众所周知，现在是丑鞋的天下 ，Crocs、萨洛蒙、博肯，你也说不清谁比谁更丑。但如果非要比出个高低，能代表中国队出战的，大概也就只有我国唯一著名老人鞋足力健了。在小红书，足力健的标签是复古潮流；在 B 站，足力健是李云龙代言，拜登穿了不摔跤，川普穿了都说好的老人 AJ。如果哪天你的朋友送你一双足力健，请相信不是他疯了，而是他想让你少走30年弯路。或许连足力健自己都没搞明白，自己一个做老人鞋的，怎么突然在年轻人中火了？而在被年轻人爱上之前，足力健的老人鞋生意也足够风光。2018年，足力健双11单日销售破亿，位居男鞋品类第一。2020年，据凤凰网报道，足力健年收入30至40亿。2022年，足力健更是达成中国品牌500强小目标，品牌价值达91.75亿元。一双曾经被诟病又土又丑的老人鞋，到底凭什么？2015年，当足力健创始人张金康第一次在百度搜索框敲下老人鞋3个字，搜索结果显示为0条记录时，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离成功不远了。张金康出生在山西一户普通人家，15岁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开始四处打工，卖鞋、卖衣服、卖家具。年少的张金康做了很多工作，但基本离不开销售2字。2000年左右，张金康找到了一份保健品销售的工作。那时候正是国内保健品井喷的黄金时代，中华鳖精、三株口服液、巨人脑白金等产品卖得红红火火。张金康也一路打拼，用了6年时间，成功当上了销售总经理。现实中，很多大佬创业的起点都是做销售，比如刘强东，比如史玉柱，比如董明珠。张金康当然也想成为大佬，于是他拿出多年积蓄，将创业的方向选在了自己深耕多年的保健品行业。然而，创业有风险，不到2年，张金康就血本无归，赔了3000万。后来通过倒卖芽苗菜鸡和高血压治疗仪，张金康还上了大部分债后，手上还攒了一些钱。那颗想要创业的心再次蠢蠢欲动。这一次，山西出来的他看中了刀削面和老人鞋这2个品类，但考虑到刀削面规模化复制的难度很高，张金康便暂时搁置了这个想法。而老人鞋的念头却逐渐在他的脑子里清晰起来。为了搞清楚老人鞋的市场，张金康走访公园、社区，还去老人家里拜访。在亲手摸过上千位老人的脚后，他发现老年人的脚部问题比年轻人的感情问题都复杂，什么足弓塌陷、拇指外翻、大脚骨等等问题不胜枚举。而当他试图在网上搜索老人鞋相关产品时，发现网上竟然没有一款这样的产品，这不就是现成的财富密码吗？2014年，张金康与青岛双星合作推出6超老人鞋。所谓6超，指的是超轻便、防护、防滑、护踝、透气、缓震6个要点。在当时，老年人在鞋子上几乎只有老北京布鞋或皮鞋等有限选择，而带有功能性的6超基本是为老年人量身打造，自然而然受到了老年用户的热烈追捧，仅用1年时间就出售了40万双。这让张金康确认了老人鞋市场的潜力，于是他准备将这个战果扩大化。2015年，张金康买下足力健商标，成立北京孝夕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式创办老人鞋品牌足力健。根据张金康的相关访谈和报道，张金康一直将小米视作学习对象，天天看小米黎万强的参与感，凝练出其以用户为导向的创业核心理念。于是，在后续的营销上，足力健几乎是盯着老年人的特点在打。首先是营销渠道，因为老年人更习惯传统看电视的方式，足力健选择了传统的电视广告，在央视、北京卫视、四川卫视等老年人受众较多的频道轮播广告，轰炸式洗脑，精准地踩中中老年人对传统媒体的信赖，巧妙地获取了一种官方背书的错觉。内容上，足力健也不绕弯，就是简单粗暴地告诉你，买专业老人鞋认准足力健，穿上足力健不挤脚、不怕滑、不累脚。简单明了的同时，又让每个点都精准戳在老年人的需求上。另外，还有代言人的选择上，足力健找的是国民媳妇张凯丽。张凯丽什么人？她是中国第一部室内剧《渴望》的女主，是许多老一辈人青春时的女神之一。步入中年后，张老师又多次在影视剧中饰演丈母娘类的角色，多年来持续以淳朴可靠的形象活跃在一代人眼前。据说足力健在请代言人前问过很多老人，不管是用户自己选名字，还是在几个特定名字中选，都是张凯丽最高票胜出。只能说，在如此多种 buff 的加持下，这个广告想不成功都难。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尽管这则广告的画风和各种保健品推销、神医药方一样，充满着浓重的表演痕迹和塑料感，但奈何从电视时代过来的老年人就吃这一套，而且和各种口水歌、网络神曲一样，再差的内容也抵不过重复的威力。在张凯丽这个老年偶像的循循善诱和官方的疯狂投放下，这则万恶之源的广告成功地侵占了广大中老年电视用户的内心，在老年人心中，甚至在被鬼畜视频洗脑的年轻人心里，足力健等于老人鞋的概念开始形成。那么既然观念已经有了，接下来足力健要做的是怎么将产品卖出去，或者说选择什么样的销售渠道？答案也很明确，就是线下门店。众所周知，由于老年人消费群体的特殊性，他们更习惯通过亲身感受去鉴别商品、体验商品，亲身实践往往能极大地促进他们的购买欲。这就像是为什么很多针对老年人的诈骗都要开一家门店一样。而且老年人通常不会去高档商场，他们更喜欢的是超市、菜场、大卖场等地。所以你能看到足力健门店大多都开在这些地方附近，力求让老年人买菜遛弯时就能看到足力健。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只要看到，还要进门，还要消费。为此，张金康给足力健门店制定了半柜式服务标准，每个终端门店都必须严格执行问拿跪摸试买送的标准式服务。要知道，很多子女对父母都未必能做到这些，而多数中老年人也可能只有在遇到诈骗理财时才能享受到如此贴心的服务。所以足力健这半柜式服务标准一出，直接击中老年人的心房，将足力健买到了老年鞋销售第一的宝座。2018年，足力健全年销量4500万双，天猫销售破亿。2020年，足力健零售店铺总数达到了7420家，覆盖全国所有县级市，并实现了近40亿元的收入。长期以来，消费市场上的品牌总是围绕着年轻人做文章，比如新茶饮、盲盒、露营等等，很少会有商家围绕老年人做文章。足力健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看到老年人需求，从而开发出老年鞋这个品类的商家。所以如果说足力健开创了老人鞋这个品类，其实也不为过。就像苹果开创了智能手机品类，自然就成为了该品类的第一品牌。可口可乐开创了可乐品类，同样也成为了可乐第一品牌。强者打造品牌，更强者创造品类，足力健就是如此。再加上持续不断的洗脑营销，足力健成功将舒适、安全、老年人、孝心等标签一点点打入这双老人鞋。这就和脑白金的路子一样，先别管它有没有用，至少你但凡要给爸妈买点保健品，总会想到它，那就够了。所以到这里，足力健就已经成为了老人鞋第一品牌。而土不土的早已无人在意了，毕竟大爷大妈们又不打篮球不长跑，顶多跳跳广场舞，穿着舒服不累脚，够稳不摔跤才是最重要的。就算是对年轻人，也成了土到极致便是潮。就像你第一眼看到萨洛蒙，可能也觉得丑，但看到它2000多的价格，是不是就觉得它丑中带美了？所以现在你打开小红书会发现，足力健早已成为汉服、旗袍、JK 和洛丽塔裙的好 CP。可以说，有多少老年人穿着足力健爬山，就有多少年轻人穿着它逛漫展。理由嘛，也很简单，就是4个字：舒服、便宜，而且还支持各种爆改。从这个角度看，或许只有当你穿上一双足力健，你才懂了什么是真正的松弛感。但就像我们常说的，花无百日红，即使做到了老少通吃，还成功拿捏了汉服、搂娘、孕期妈妈、通勤打工人等一堆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消费人群，足力健还是翻车了。2019年，江苏邳州市64岁老人袁玉华在超市门口下台阶时不慎脚滑摔骨折，当时脚上穿的正是足力健老人鞋。事后，老人与足力健签订协议书，足力健基于人道主义精神赔偿了其1.2万元。后续，袁玉华因该事故导致小腿肌肉萎缩，终生残疾，继而起诉足力健及代言人张凯丽涉嫌虚假宣传。经此一役，足力健背上了虚假宣传的骂名，张凯丽老师也成为了明星代言翻车案例之一，不得不发布声明撇清关系。另外，从2020年开始，足力健内部纠纷不断，频频被爆出拖欠员工工资、线下门店亏损关门、拖欠贷款等消息，其灵魂人物张金康也先后多次上了被执行名单，成了老赖。市场第一的老人鞋品牌瞬间跌下神坛，原因在哪？在我看来有2点，第一是门店营收增长乏力，足力健在4-5年内扩展至7000多家门店，庞大的门店对应的是管理和运营成本的增高，而足力健一双鞋子最高不过200，一年内还可以免费退换，那么除去各种成本利润，可想而知。
张金康就曾透露，尽管足力健营收达到30亿，但利润只有2亿。另外，老人的鞋子是一种低频刚需，买一双鞋只要不坏，穿个2-3年都是基本操作。年轻人可以一双跑鞋、一双篮球鞋、一双工装靴、一双马丁靴，时尚风潮一变，鞋子跟着潮流换。而老年人不会，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市场如此性感的原因，因为年轻人花钱就像呼吸一样简单。其次是，虽然足力健作为老人鞋第一品牌活跃了很多年，但实际上在很长时间里，国家都没有对于老人鞋的标准定位。直到2021年8月，老人鞋产品的国家标准才正式立项。而从2014年至2018年，老人鞋厂商新增近2000家。也就是说，这2000多家厂商都是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生产产品，那这个产品质量就可想而知了。此前，在新疆、广州、佛山、江苏等地的市场监督机构检测中，就有多个老人鞋产品被检测出马酸二甲酯、邻苯二甲酸酯等有害物质，其中后者为国际认定的2B 类致癌物。2019年，青岛消协的老人鞋抽检中，40批次的样品中有34款被检测出有毒致癌物质人机酚聚氧乙烯醚。足力健当然也未能避免。2019年，足力健连续3次被福建、江苏、安徽3地市场监管机构通报产品不合格。而足力健一直对外宣传的几百项研究专利看起来很厉害，实际上大多都是外观专利，而非功能性的技术专利。所以你说它假吧，也不算假，因为人家确实针对老年人的脚做了不少改进，而也是得益于它的推动，让老年人的需求被看到，老人鞋的概念被整个消费市场所接纳。许多传统鞋企如奥康、益尔康、红蜻蜓等也开始跟进，推出各自版本的老人鞋。但或许是前期的发展太过顺利，又或是富贵迷了眼，足力健将一手好牌打了个稀烂，落得如今不上不下的局面。在足力健创立之初，张金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家可能普遍觉得大街上的鞋老年人都可以随便穿，老年人并不缺鞋。但其实对老年人而言，为什么鞋子不合脚，为什么鞋码越穿越大，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老年人真正的需求没人去发现。如果说这番话里曾藏着足力健一鸣惊人的成功秘诀，那如今再看来，这其中还剩下几分初心在呢？